买彩票中了3000万，老婆发现后却要分走2999万，我不同意，他便联合小舅子把我踩成残疾，然后拿着我的钱花天酒地。父母气不过去报案，却被他们设计车祸被撞身亡。接着他们又以我的名义去借各种高利贷，最后我也在无数债主的催促逼迫下，绝望的从天台一跃而下。好在上天有眼，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沈天，你今天不答应8888的彩礼和3000块的3金，还有4店1转的条件，就别想和我姐订婚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面前该六子模样的青年，此人正是前世小舅子禽兽，而站在他身后的是前世妻子晴晴。难道我重生了？重生回到1995年与晴晴定亲这天？亲家，8888块钱的彩礼，我们咬咬牙可以拿得出来，但4店1转和3000块的3金，能不能等2孩子结婚后再补办？是啊，亲家，给完彩礼后，我们家是真的没钱了。你们家没钱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但我姐的出嫁条件1分都不能改。我姐那么漂亮，根本就不愁嫁，而且隔壁村陈老板也想娶我姐。今天这彩礼要是谈不拢，我们就直接去陈老板家谈了。别啊，亲家，这事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。别给我整这套，就这3个条件，没得商量。禽兽打翻杯子，滚烫的白开水泼到父亲的身上，烫得父亲皮肤发红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小天，我没事，水凉了，一点都不烫，没事的。见到父亲为了我的人生大事变得这般低声下气，我脸色瞬间变得阴沉。禽兽，现在立刻给我爸道歉！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不就泼他一点热水吗？别那么矫情。还有沈天，你居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你还想不想娶我姐了？就你这个行为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封个1000块钱的红包，我这一关你就过不了。沈天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打我弟！你这个行为，以后让我家里人怎么看你？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晴晴，刚才我被你弟推倒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样关心我？现在我只是因为你弟泼我爸热水，让他向我爸道歉，你就急了。可你作为姐夫，让我弟怎么了？他推你是他的不对，难道你就没有问题吗？还有，我弟是我弟，你爸是你爸，这能一样吗？听到晴晴这双标的话，我怒极反笑。晴晴，感情只要不是你弟弟和你家人吃亏，你就可以无视我和我爸妈的死活是吧？我前世有多么愚蠢才会喜欢上他呀？切！这边晴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：沈天，你现在向我弟弟跪下赔礼道歉，不然我们就别结婚了。真是太好了，那就不结了。沈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不想娶我女儿了？小子，我女儿可不愁嫁，你要是这个态度，那我就真的要考虑一下，要不要和你们家结亲了。沈天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像你这样只知道听父母、听弟弟，没有自己主见的女人不能娶。你弟弟20多岁连份工作都没有，没钱就找你要，你爸妈也是势力刻薄，你这样的家庭，我是沾都不想沾上，所以今天这婚不结了。我突然转变的态度令在场的人都没有意料到，晴晴见到我坚定的语气也有些慌了。沈天，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为什么要取消啊？而且我爸妈和弟弟就那点要求，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答应他们？大不了结婚之后，我们一起赚钱还债。我前世就是因为心软听信他的鬼话，才导致后面的一系列的悲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打算借钱结婚，更不想我爸妈因为我娶了老婆，把一辈子的积蓄搭上去，而且还要欠下巨额债务。沈天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以为我是货架上的货品吗？还明码标价？这不是你家先把你当成货品明码标价起来的吗？这傻子以前不是对我言听计从吗？怎么今天变化那么大？不行，我先服个软，等结婚后再要他好看。沈天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就是这样看我的家人的吗？别，晴晴，谈生意就谈生意，你现在又和我谈什么感情？我心里很清楚，晴晴这样的女人，眼里只有她父母和弟弟，对于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半点感情。沈天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要不要娶我？你别后悔，你看看你家现在还是1层的泥砖平房，一共就3个房间，我还嫌弃这里脏呢。除了我，哪会有女孩愿意嫁到你这种家庭？女儿说得好，他们这样的家庭，我们家愿意把女儿嫁过来，那是下嫁他们家了。他们家不识货，那就让他们后悔去吧。我们下午就去陈家村找陈老板谈婚事。没错，要不是我姐重感情，才不会愿意嫁到这种穷家庭来。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拉倒，让沈天这小子打光棍，让他们家断子绝孙去。禽兽，我看你是忘记刚才的教训了是吧？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们家这种情况，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你？一旁的妹妹沈万雪满脸愤怒，刚准备反驳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道甜美的女声：谁说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？苏水仙。看到女孩的瞬间，我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。前世自己的钱都在晴晴手上，
父母下葬的钱和自己创业的钱都还是苏水仙出的。后来苏水仙母亲生病，急需一大笔费用，而我当时创业赚到的钱连本带息刚好够还苏水仙，但晴晴以离婚作为威胁，不许我还。后面苏水仙的母亲因病去世，苏水仙也外出打工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这件事也让我内疚了半辈子。直到我跳楼的前一天，苏水仙找到了我，表露了的心意。我那天才知道，这个傻女孩一直没有怨过我，甚至还想留在我身边，与我一起背负那巨额债务。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辜负这个善良的姑娘了。苏水仙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，当然是为了嫁给沈天哥。此话一出，父母脸上露出一抹笑容。苏水仙从小到大没少往我家院子跑，可以说父母是从小看着苏水仙长大的。水仙，别乱说，你小姑娘家的，说这种话是要毁了你的名声的。婶婶，我没乱说，我是真心喜欢沈天哥。以前是因为沈天哥喜欢晴晴，他们要谈婚论嫁了，我才自愿退出的。现在沈天哥不打算娶晴晴了，那我自然要争取一下。难道你们不喜欢我当你们儿媳妇吗？水仙啊，我们当然喜欢你做我们的儿媳妇。小天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点给人家姑娘答复？苏水仙知道二老同意后，高兴地看向我，满眼期待地问道：沈天哥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看到苏水仙那期待的眼神，我不由有些失神。我知道苏水仙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么直白的话。沈天哥不出声，难道还是更爱晴晴多一点吗？刚刚做的那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吗？一旁的晴晴见到我没有回应苏水仙的示爱，嘴角也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。苏水仙，看到了没有？沈天爱的人是我，你就不要自作多情了。沈天哥，我知道这样问你有些着急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再给你时间。不，我愿意娶你。沈天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愿意娶我吗？禽兽看到苏水仙从中作梗，破坏了他姐姐的婚事，拿不到该拿的彩礼，恼羞成怒。苏水仙，你个不要脸的女人，敢和我姐抢男人，看我不扯断你的头发！滚！沈天，没娶到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损失，你千万不要后悔了。我懒得搭理这个双标的女人，然后和父母一同前往水仙的家里。沈腾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不是和秦家谈订婚吗？苏水仙把刚才的事情快速说了一遍。苏婶听到女儿为了沈天主动说出愿意嫁的话，叹了口气：真是你大不中留啊，这就上赶着去婆家了。苏婶，直到今天我才幡然醒悟，才知道水仙对我的感情，才知道她是我值得爱一生的女人。我想娶水仙，您能同意让水仙嫁给我吗？苏婶子听到沈天这真诚的话语，再看到女儿那期待的模样，笑了笑。水仙的眼里都是你，我还能说什么反对的话？你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以后水仙跟了你也不算受委屈，只不过这婚礼也不能随便办。听到苏婶同意了我和水仙的婚事，我赶紧保证：苏婶，婚礼你说怎么办，我们就怎么办。没错，彩礼你随便开。我儿子要是能娶了你家水仙，让我去卖血凑彩礼，我都愿意。我又不是秦家那两口子，彩礼钱按照我们村的惯例，给个3888就行。4店一转，就等他们年轻人结婚后，慢慢努力攒钱买吧。但婚礼至少要摆20桌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嫁也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过去。沈腾，这个要求能满足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因为这根本就不算条件，与秦家的苛刻要求相比，这才是真正的在嫁女儿。小天，现在你苏婶答应把她女儿嫁给你，你可要认真经营这段婚姻。没错，要是让我知道你敢欺负水仙，不用你苏婶找你麻烦，我第一个就打断你的腿。爸妈放心，我这一辈子就只有水仙这个媳妇。哎呀，重生之后，我靠卖凉粉草娶老婆。我选择在人流量最大的学校门口摆摊，此时有不少家长在等待孩子放学。紧接着，我赶紧大声吆喝起来：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我这里有新鲜手工制作的凉粉草，清热解暑，冰凉甜口，吃上一份，全身透心凉，心飞扬，不好吃不要钱哦。居然是凉粉草，好久没吃过了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奶奶经常做给我吃。我记得这东西纯手工制作，要费很多功夫才能做出来。老板，你这凉粉草多少钱一碗？美女姐姐，这凉粉草1块钱一碗。小伙子嘴真甜，先给我来一份尝尝。我赶紧把手中的凉粉草和勺子递了过去。家长接过来后立即开炫起来。凉粉草带着药草的清香，夹杂着红糖的香甜，瞬间在那名家长的口中绽放开来。入口即化，这绝对是正宗的凉粉草。谢谢美女姐姐的评价。接着这个家长又快速吃完剩下的凉粉草，其他的家长见状都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不就是1块钱一碗吗？给我也来一份。老板，我也要一份，这份要多加红糖水。转眼间我带来的凉粉草全部卖空，而且还有不少排队的家长没买到。
这2大桶凉粉草卖了60份，赚了60块钱。在这个普通人平均月工资不到300块钱的年代，我摆摊1天就赚了别人6天的收入。随后我在供销社买了2斤骨头和猪头肉，回到村口就看到苏水仙一脸着急的模样。沈天哥，不好了，有人看到万兰姐在镇上被混混绑到了废弃大楼里，现在叔叔去找村民帮忙了。姐姐沈万兰比我大7、8岁，父母不在身边时都是姐姐照顾我，可以说沈万兰既是姐姐也是母亲。水仙，帮我把东西拿回去，你们在家里等着，我去镇上救人。天哥，等一下，我们陪你去。2名青年朝我走来，正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王狗蛋、李狗剩。上一世自己在外打拼时，我家的大小事，他们第一个来帮忙。好，等救出我姐，我请你们吃饭。你们注意安全，我在家陪着叔叔婶婶等你们回来。我家就住在附近，你要是敢对我干什么，等我弟弟赶过来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就你弟弟那个废物还想着来救你，这里那么偏，等他们找来时，都已经煮成熟饭了，到时候你们家只能乖乖把你嫁给我。你混蛋，你无耻！敢碰我姐，我弄死你！大哥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她是你姐。不是我姐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不是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想法。小天，简简没事，不要打了，再打下去会出事的。你们在干嘛？快住手！来人正是上一世救下姐姐的那位警员。说说吧，你们为什么要打人，还把人打得这么严重？这个黄毛把我姐绑来这里之后，他想做的事情，你们也能猜到吧？若我姐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会让他替我姐偿命。一旁的沈万兰听到我的话，脸上露出一抹感动之色。这个弟弟没白疼。按照流程，王建国还是要把我们带回去调查，但有了姐姐的指控，加上黄毛把事情全部交代了，最后我们还得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。王所长，既然那个家伙已经认罪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走吧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不要那么冲动了，弄不好可能要把自己搭进去。听到王建国的嘱咐，我想到上一世王建国遭到几个不要命的歹徒入室抢劫，最后遇害了。王所长，你相信算卦吗？我不相信，但我会尊重你们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接下来几天出门最好佩戴好武器。我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叮嘱了一句，就带着王狗蛋、李狗剩他们离开了。回到家已经是深夜，苏水仙已经离开了。小天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姐说你被带去6扇门，我们都担心你回不来了。妈，我怎么可能回不来？是那个混蛋欺负我姐，我打他是正当防卫。小天，谢谢你。姐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前都是你和爸妈照顾我，现在我长大了，轮到我照顾你们了。妈，这是50块钱，你拿好，我今天卖凉粉草挣的。小天长大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这钱我们帮你攒着，给水仙当彩礼。狗蛋、狗剩，今天多谢你俩替我撑着场面，我欠你们一个人情。天哥，我们都是兄弟，万兰姐被欺负，我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天哥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因为明天去赶海，要多挖一些青口、生蚝卖钱。最近是青口和生蚝盛产的旺季吗？是啊，天哥，你不知道吗？沈家村的地理位置极好，不仅有大山，而且还靠海，但海产因为交通不便卖不出去。狗蛋、狗剩，我想到一个赚钱的路子，明天早上你们来找我一趟，我们一起赚钱。好的，天哥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送走2人后，我正要回去休息，就看到苏水仙端着热腾腾的蛋炒饭走了过来。沈天哥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怕你没吃晚饭，所以我给你弄了点吃的。前世自己真不是个东西，错过了这么好的女孩。沈天哥，我炒的比较着急，不知道盐有没有放少了，你先尝尝味道怎么样，不好吃我再重新做一份。我接过蛋炒饭，立即狼吞虎咽起来。水仙，你做的真的好吃，米饭沾裹着蛋液，粒粒分明，再加上炒饭热腾腾的香气，你的厨艺也太好了，能把你娶回家，我真是太幸福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不，水仙，你做的蛋炒饭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，我吃一辈子都不够。真般配啊！我早说了，水仙姐比晴晴更适合哥，你们之前还让我别乱说。水仙这丫头知根知底的，性格又好，又喜欢我们家小天，我得再努力打工。弟弟的3斤我来负责，得让水仙满意我这个大姑姐才行。万兰啊，你留点钱给自己，家里的事情有我们呢。大姐，自从沈天哥和晴晴分手后，感觉整个人都变成熟了。你想给他买3斤，他未必会答应。他敢不答应，看我不抽他。童生回到90年代，我靠没人吃的凉粉草赚到了第一桶金。大姐得知后要我带她一起赚钱。小天，那个没人吃的凉粉草真的那么赚钱吗？看你又买那么多东西回来。是啊，哥，你不留着钱去水仙姐姐吗？小天，姐姐看你这些东西不便宜，你这2天到底卖了多少钱？跟姐说说。我笑了笑，随即把今天赚到的钱交给大姐。姐，你帮我数数看。天啊，还有这么多！沈万兰数了一遍又一遍，才发现这不是假的。小天，你出息了，我在镇上打工1天才有10元的收入。小天啊，你才开始摆摊赚钱，就不要给我们花钱了。
家里又不缺什么。妈，我赚钱的目的就是让家里好起来，而且凉粉草很畅销。今天赚了100块，是因为凉粉草只做了这么一点，不然还能卖得更多。小天，你这摆摊的收入，除了我们自己家人外，不要再告诉其他人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我明白父亲的意思。小天赚钱那么快，我才10块钱一天的工资，我要攒到猴年马月才能给他买3斤啊！小天，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出摊啊？我工厂打工才10块钱收入，不如跟着你学着摆摊。万兰，你弟弟的摆摊生意刚起步，这个时候你要跟着他干，不等于抢你弟弟的生意吗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事，大姐，你明天就跟着我去，看我怎么操作的。等你学会后，就可以自己干了。小天，这样真的不会让你大姐抢了你的生意吗？不会的，县城人流量很多，就算我和大姐分开2个摊子，都有人没有吃到呢。见到我这样说后，父母才同意下来。随后我教大姐凉粉草的制作流程还有注意事项，不过这制作方法也不难，大姐很快就学会了。小天，我已经学会了，这些活就交给我来做吧。你不是买了衣服给水仙吗？还不赶紧拿过去？麻烦你了，大姐。小天来了呀，吃饭了吗？今天留下来一起吃吧。谢谢婶子的好意，我是拿点东西给水仙，一会还有事情要忙活呢。水仙，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，你看看合不合身？沈天哥，你怎么忽然给我买裙子？这裙子得花多少钱？是啊，小岑，你和水仙的婚事要花不少钱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乱花钱。苏婶放心，我没有乱花钱，我这2天摆摊赚了点钱，而且是我第一次做生意赚的第1桶金，所以想给水仙买点东西，而且我和水仙的婚事，我一定会办得漂漂亮亮的。谢谢沈天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岑，这是水仙的8字，本来我想亲自拿给你爸妈的，你既然来了，你就拿回去让你爸妈找先生算一下你们的8字合不合，合适的话就定个结婚的日子。这时苏水仙已经换上新衣服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沈天哥，好看吗？听到这句话的这一刻我恍惚了，上一世自己眼瞎错过了，不过现在这一切都还可以弥补。好看，整个镇上都找不到比你还好看的女孩了。沈天哥，我哪有那么好，你就知道哄我开心。水仙，再等我一段时间，我把要结婚的东西置办好就娶你。沈天哥，我等你。离开苏水仙家后，我去找王狗蛋和李狗剩说赚钱的方法。沈天哥，你昨晚说有赚钱的路子，到底是什么？不瞒你说，我昨晚回去后，整晚都没睡着过。一旁的李狗剩也点点头。是这样的，你们去海边挖的青口和生蚝，不要卖给那些过路的海产收购商了，直接卖给我。天哥，你是要收海鲜吗？没错，那些海产收购商给你们的青口和生蚝的收购价是多少？青口的收购价8毛钱1斤，生蚝是1块1斤。以后青口我给你们算1块5一斤，生蚝是2块钱1斤。天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们天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天哥，我们觉得这个收购价太高了，足足让我们赚1倍的钱了，要不然把收购价降低一点。是啊，我们不能坑你的钱。听到2人的话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寻常人都恨不得自己挖的青口和生蚝能卖个好价钱，他们倒好，居然还主动要求压价。狗蛋、狗剩，你们相信我，就算按照这个价钱收购你们的青口和生蚝，我也一样能够卖个好价钱出去。听到我这么说，2人只好点头答应下来。第2天一早，我和大姐来到校门口时，已经有不少家长在等待。来了，昨天卖凉粉草的靓仔来了，总算来了。昨天吃完1碗凉粉草后，感觉整个人都透心凉了。今天高低要整2碗。这么热的天气，是要吃点清凉的凉粉草下火。等会还要给我儿子也整上1碗。不一会带来的凉粉草全部卖空了。太难以想象了，这2大桶凉粉草150份的量，居然不到1个小时就卖完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但是感觉第2份半价卖，有点亏了。大姐，第2份半价，看似是我们吃亏了，但实际上我们的凉粉草制造根本不需要什么成本，而且我们推出第2份半价，还能勾起家长们的购买欲望。本来他们只打算买1碗和孩子们分着吃，现在可以一口气买2碗了。小天，你的意思是，这第2份凉粉草本来就是我们多赚的份额，如果没有这个活动，买第2份的家长会很少。这就是商业营销，想要卖出更多的商品，就要让消费者有更大的消费欲望。大姐，今天挣了112.5元，这是10块钱是给你的工钱。那个小天，大姐一定要收下，学习和工钱是2码事。你若是觉得不好意思，摆摊的活多帮我干一点就好了。而且我们还是一家人，不能因为这个破坏了感情。行，小天，那姐就先收下这个钱，姐先帮你存着，等你结婚后，我就直接还给水仙，让她帮你管钱了。回到家，狗蛋和狗剩已经把海鲜送过来了。天哥，生蚝和青口我们挖回来了，你看看这品质能收吗？品质都很不错，过了秤我就按之前的约定给你们3000。天哥，我和狗蛋商量过了，这生蚝和青口你先拿去卖，能卖出钱了再给我们算账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收海鲜这点钱我还是拿得出来的。很快我把2箩筐海鲜过了称，生蚝20斤，青口30斤，生蚝2块钱1斤，20斤就是40块钱，青口1块5一斤，30斤就是45块钱，一共85块钱，你们算一下。2人收了钱后，
还是很担心我卖不出去海鲜。但我知道这些海鲜拿去县城售卖绝对能大赚一笔，因为90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普遍提高了。我直接带着海鲜前往凤凰大酒楼售卖，因为这家酒楼老板为人豪爽，口碑和服务也不错。最近送来的海鲜都不太行了，不是太小了，就是不太新鲜了，看来是合作久了，他们都有些怠慢了。看来这是个机会啊！您好，梁经理。朋友，我这里有点忙，吃饭可以去包间那边。梁经理，我叫沈天，南里镇沈家村人，我们村靠近海边，海产丰富。我刚才听您说海鲜食材不新鲜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这边的海鲜？你能供应什么海鲜？梁经理，我这里有几十斤带壳的生蚝和青口。生蚝和青口的品质确实不错，但我只能收你的青口，生蚝我们不收。梁经理，这是为什么？带壳的生蚝，我们酒楼后厨的备菜师傅不会开。这个年代，许多海味的吃法还没有被研究出来。生蚝虽然肥美鲜甜，但开壳这道工序十分繁琐复杂。梁经理，这生蚝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海鲜，只要有合适的工具，开壳也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如果我帮你解决生蚝开壳的问题，能不能收了我这个生蚝？只要你能解决这生蚝开壳的问题，这生蚝我给你算3块钱1斤，带壳收了。随即我当着梁经理的面把生蚝壳撬开了，一旁的厨师长看到后震惊住了。这么方便就撬开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只要用工具插进生蚝的壳缝，然后轻轻一拉就打开了。沈天兄弟，没想到这开壳的难题这么容易就被你解决了。这2箩筐海鲜我收了，生蚝3块1斤，青口2.5一斤，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？没问题，就按照这个价算吧。20斤的生蚝和30斤的青口赚了135元，除去收购的85元，净赚50块。沈天兄弟，这50斤海鲜还是太少了，你如果每天能给我提供至少100斤海鲜，我们可以长期合作，价钱方面还可以再商量。行，梁经理，那我明天至少送100斤生蚝和青口过来，这一事就从摆摊和收购海鲜开始吧。重生回到90年代，我和姐姐挖山里没人要的凉粉草，制作成美味解暑的甜品小吃，1个小时就赚了150块。大姐，以后我们的凉粉草得做少一点了。为什么啊？凉粉草现在还很畅销啊。是这样的，许多家长已经尝过凉粉草的味道了，而且这毕竟是甜品，他们不可能天天吃。小天，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代替凉粉草的甜品了？大姐真聪明，我用红薯、木薯还有芋头制作成芋圆，再把它加到凉粉草里面，然后在上面倒点红糖水，又是一道新的甜品美食。大姐，你可以试试这味道怎么样？沈万兰将一口芋圆吃进嘴里一咀嚼，整个人的神情都变了。这芋圆的外部口感和黑糖珍珠一样有弹性，里面的芋泥和红薯泥却是沙沙的，吃起来特别香醇，让人吃了就停不下来。大姐，现在你觉得我这芋圆能大卖吗？哈哈，必须大卖。如我所料，第2天开摊就爆火了。家长对新出的甜品很有兴趣，吃完后的评价和大姐说的一样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了。小天，今天我们卖了180份凉粉草，赚了135块钱，再算上3毛钱一勺的芋圆，一共180勺，赚了54块钱。今天收入就是189块。天啊，真不敢相信我们一天就赚到别人1个月的收入了。大姐别激动，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与此同时，这边的王建国遇到危机了。王所，还好你带了武器出来，不然凭你一个赤手空拳对抗3个人拿着武器的凶徒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是巧合吗？难道那小子早算出有此一劫吗？王所，你在嘀咕啥呢？王建国随即把我那天说的话讲了出来。沈家村居然有这样的人物，老王啊，你可是欠人家的大人情了。这个人情确实有些大了，改天我一定要去登门拜访道谢。这边我并不知道王建国的情况。回到家后，狗剩狗蛋已经把挖好的海鲜送来。天哥，昨天我们挖的那50斤生蚝和青口都卖出去了吗？那肯定啊，而且还卖了个好价钱。接着我把生蚝和青口过了称，生蚝一共60斤，1斤2元收购，算120；青口50斤，1斤1块5收购，算75，一共是195块钱。你们拿好。对了，狗蛋狗剩，明天开始只要是海鲜我都收，而且越多越好。我知道单凭生蚝和青口这2种海鲜不足以和凤凰大酒楼搭起长久的合作，想着狗蛋狗剩能够搞来更多品种的海鲜。知道了，天哥，我们现在趁天没黑再去挖一点。你们要小心一点，而且我只要新鲜的，你们挖出来后要养好。如果明天中午送过来不新鲜了，我可没法要。天哥，放心吧，我们把挖出来的生蚝和青口直接养在狗剩家鱼排里，就放1个晚上，明天中午保证还是鲜活的。随后我带着海鲜送去凤凰大酒楼，没想到梁经理早早在门口等候。沈天兄弟，沈老板，你总算来了，我等你可等到环都快谢了。那个梁经理，你这是干嘛？我卖货不卖身啊！嗨，是这样，一些客户吃了你送来的生蚝后，跟我反映晚上有浑身使不完的劲，于是一早就跟我预定了一批生蚝。要是沈天兄弟今天不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原来是这样啊！放心，梁经理，今天有60斤生蚝和50斤青口，你看这个量怎么样？这样啊，那也可以。如果沈天兄弟能每天供应上100斤生蚝，这边收购价就从原来3块钱1斤升到4块钱1斤，而且这个买卖还可以长期做下去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今天
开始就按4块钱1斤的生蚝收购价结算。我听后脸色一喜，但想到今天给狗蛋他们的收购价不变，自己这边则多赚了1倍，于是将多出的钱塞回梁经理手上。沈天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梁经理，感谢你提高生蚝的收购价，不过我送货的是在前，升价的事情在后，所以今天的生蚝收购价还是按照3块钱1斤来。等明天我把新的一批生蚝送过来了，你再按照4块钱收购也不迟。沈天兄弟，你这个人敞亮，和你做生意比和其他人做生意舒服多了。这样吧，你也别叫我经理了，如果你看得起我的话，以后就叫我一声大哥，怎么样？梁经理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就厚着脸皮喊你一声梁大哥了。沈老弟，午饭还没吃吧？和我一起进酒楼吃点吧。可就在这时，有位服务员急匆匆走来。梁经理，不好了，有个顾客想吃生蚝的其他做法，要求吃了之后比单单吃蒜蓉生蚝的力气要大，还说做出来吃着满意的话，他会额外支付1000块钱。但我们后厨师傅只知道蒜蓉生蚝的做法。你快去跟师傅们说，让他们想办法，只要他们做出来的生蚝菜式满足顾客的要求，我给他们奖励100块钱。没过一会，服务员回来讲述后厨师傅没有一个会做生蚝药膳的。梁经理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随即就要开麦。我见状赶紧出声打断：梁大哥，如果你的后厨师傅没办法做出一道好的生蚝药膳，不知道我能不能赚你那100块钱的悬赏金。沈老弟，你居然会厨艺啊？略懂略懂。前世我为了爱好特意花钱请大师教学烹饪，可以说我现在厨艺可以比得上星级酒店大厨。太好了，沈老弟，那我今天就全指望你了。而后厨见到梁经理带着我这个毛头小子救场，脸上都露出不屑的表情。做菜我们才是专业的，一个农村小子也想挑战我们的专业。我们这么多人都想不出一道可以让客人满意的菜，这个年轻人能做得出来吗？别废话，现在是你们全力配合沈老弟。随即我便让他们准备好鸡子、猪腰、生蚝等食材，然后在这些大厨的议论声中将生蚝鸡子砂锅粥做了出来。空气中很快就开始蔓延着一股迷人的海鲜粥的香味。这锅粥的香味闻着就觉得鲜甜，我都不敢想象里面的生蚝和鸡子有多好吃。厨子，生蚝、鸡子、猪腰还能这么做，一看就是大补啊！沈老弟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，且不说味道怎样，就冲这砂锅粥的外观还有香味，就已经是顶级的了。梁大哥，让人把这生蚝鸡子粥送过去，看看顾客满不满意。梁经理听到沈天这话，也急忙让服务员送菜上去。不一会，服务员便回来说道：梁经理，顾客很满意这锅生蚝鸡子粥，那1000块钱的饭钱他已经结了，还说我们如果推出这款粥，生意一定会再上一层楼。梁经理闻言，眼睛骤然一亮，随即看向我：梁大哥，你有话直说就行。沈老弟，我想在凤凰大酒楼推出这款生蚝鸡子粥，你能不能把菜谱卖给我们？我愿意买断这菜谱的使用权。梁大哥，瞧你说的，不就是一张生蚝鸡子粥的菜谱吗？说什么钱不钱的，太生分了。如果能帮到凤凰大酒楼提高客流量，生意做大，我的海鲜供应量自然而然也会上升，这都是双赢的事情。沈老弟这格局，老哥服了。不一会，我把写好的菜谱交给梁经理。沈老弟，这个我让人新炒的几道小炒，你拿回去加热了，就可以把晚饭对付了，也省得再做晚饭了。谢谢梁大哥了。我和水仙结婚日期定在8月30号，这3个月靠卖凉粉草和卖海鲜赚够5万块钱建婚房，买4店1赚，这个难度应该并不算大。重回90年代，我靠收购海鲜赚到第一笔收入，于是我便带着全村村民一起致富。小天，除了你二叔家，村里每户人家几乎都来人了。我知道二叔2个子女端上铁饭碗后，就看不起村里的穷村民了，便不再理会。大家都知道我收购海鲜赚了点钱，而各位叔叔婶婶都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都对我好。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，肯定不能忘了大家，所以我每家收购20斤生蚝，1块钱1斤收购价，而且是1天1结的货款。那岂不是一天能赚20块钱，1个月就是600块钱？我的天啊，这可比出去打散工赚得多，在外面拼死拼活干1个月，也就赚300来块钱吧。小天有出息了，真的带我们一起发家致富了。与此同时，二叔家这边对我收购海鲜的生意不屑一顾。你老大家的沈天开始做海鲜生意了，现在还打算带着全村人一起挖生蚝赚钱，你也不知道跟着捞一点。沈天的孩子这辈子只能去工地搬砖的命，哪有做生意的头脑？我觉得大哥看沈天马上要结婚了，现在又挣不上钱，才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沈天做生意。等着吧，他这生意干不了几天就要黄了，到时候你看村里人怎么笑话他吧。等沈天的生意黄了之后，我一定要去他们家让那小子帮我干农活。这边我跟大姐说了一件大事。小天，不行，我现在接手这个摆摊生意太快了。大姐，你不是说要摆摊赚钱，然后给未来弟妹买金银首饰吗？我不把生意让给你，你怎么快点攒钱？我可等着你给水仙买个大大的黄金首饰。那好吧，我这2个月就拼命赚钱，给水仙弟妹多赚点金银首饰。前世
事，大姐为了帮她还清结婚的外债，把自己委身给一个腿疾的男人。这一世，她终于让大姐有了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第二天我来送货的时候，碰到梁经理被人当成冤大头。梁经理，我那个店铺在百货大楼旁边，人流量多，我是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份上，我才一直留着给你。你要是没办法说服你老板买，我就只能卖给别人了。听到这话，我想到前世这个时间段发生一件大事，凤凰酒楼买了赵老板的店铺，不久后店铺因为年久失修导致塌方，后面凤凰酒楼走下坡路了。别着急，赵老板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说服我们老板买下你哪栋楼的。梁经理，那你可要快一些了，过几天我就要去深市那边发展了，到时候你们还不下决定，我就只能卖给别人了。见到梁大哥要吃亏，我赶紧出声打断。梁大哥，我送海鲜过来了，那个因为天气太热了，能不能先过称送去保鲜啊？梁经理转头看了过来，且看到生蚝确实不行了，于是就让赵老板等1-2分钟。见到梁经理走了过来，我开口说道：梁大哥，我听到你要买下赵老板的店铺，在这里老弟提个醒，梁大哥你可以让施工队去检查一下楼层的结构和质量有没有问题，然后再决定买下。梁经理听到我说的话，脸上露出一抹沉思之色，打了个电话之后，然后去跟赵老板说：赵老板，你那栋楼不介意我找个施工队过去检查一下楼层的结构安全问题吧？如果工程队检查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按照你说的价格收购。梁经理，我们这么多年朋友，你去信一个毛头小子都不信我这个老朋友吗？赵老板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不也是为了稳妥起见吗？毕竟买一栋楼可不便宜。行，要找人来检查，那就检查吧，只不过检查完了后，就别再给我说什么价格贵不贵的问题。赵老板说完就气冲冲走了，走之前还不忘警告我小心一点。沈老弟，今天多谢你啊，若不是有你的提醒，我怕是要吃亏。刚才那个赵老板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我就知道这个楼房有问题了。梁大哥，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，什么人情不人情的。沈老弟，没想到你今天给我供应了660斤生蚝，比昨天开始多了500多斤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梁大哥，托你关照，最近我这生蚝生意赚了点钱，而我小时候没少受村里人照顾，所以就带着他们一起挖生蚝赚钱。沈老弟，俗话说吃井不忘挖井人，你赚钱后能够想起带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，就从这点我就佩服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今天600斤生蚝和18斤生蚝肉，赚了2800块钱。接着我拿着钱买了一辆非彩牌农用3轮车。开回村后，不料引起全村人的注意。快看，那不是沈从家的沈天吗？早上我还看着他踩着3轮车运生蚝出村，现在怎么开了一辆摩托3轮车回来了？这还用说，肯定是搞生蚝生意赚了钱，所以才有钱买摩托3轮车。快了，只要我们跟着沈天每天挖生蚝卖，不用5个月时间，也能整一辆摩托3轮车。很快，我买摩托车的事情传到了二叔家。也不知道沈天那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收购的生蚝居然真的都卖出去了，还赚了这么多钱，连摩托3轮车都买了。我这个二叔都还没开上摩托3轮车。我之前就和你说过了，沈天这生蚝生意能赚钱，村里人都跟着他挖生蚝卖，一斤能赚20多块呢，你就是不肯去赚。哼，他既然赚到钱，就应该每天给我个几十块钱，让我花，好好孝敬我。沈天那孩子不懂事，你可以去找他，让他把那摩托3轮车给你开一段时间，你当二叔的跟他要辆车，不过分吧？对呀，沈天那小子没开过摩托3轮车，买了也是浪费，还是我辛苦点，帮他养护好这车。说着便直接来我家。沈天，把你的车钥匙给我。回到90年代，我靠收购海鲜买了一辆3轮车，没想到二叔家竟然要我将车送给他。不好意思啊，二叔，这车我要用来送海鲜，给不了你。你送海鲜用脚踏3轮车就行了，多踩一下3轮车，对你锻炼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我想不到这个白眼狼二叔居然那么厚颜无耻。二叔，这是我生存的工具，借不了。沈天，我们跟你借车是给你们面子，到时候你们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让在国营工厂上班的儿子给你们找个扫地工作。二叔，我看在我爸的份上，才喊你一声叔，我们家可没受过你家什么恩惠，而且你们家沈浪、沈云上大学的费用还是跟我们家借的。既然堂哥、堂姐有本事了，怎么没见他们要还钱的意思？二叔听到我的话，不仅不羞耻，而且还义正言辞地说道：我家孩子本就是人中龙凤，你们的钱就当做是给我们的提前投资。再说了，大伯资助侄子侄女上学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沈天，别跟我们扯学费的事情。这个摩托3轮车你给还是不给？不给的话，我们不介意替你老爸教育一下你。一旁的父亲再也忍无可忍。够了，老二家的，我家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给我滚出去！二叔没想到憨厚半辈子的父亲居然对他大声怒吼：大哥，我这是帮你教育儿子啊！我儿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育？说我儿子没大没小，我看你才是没大没小的那个。再不滚，我不介意替爸妈管教你。好好好，沈聪，你就顺着你儿子吧，顺子如害子。我等着你儿子生意亏了后，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嚣张？
见到父亲追过去，我赶紧制止。爸，别和二叔一般见识，为了他气坏身子，不值得。你二叔居然这么说你，我们这哪像是亲兄弟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和他家来往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毕竟上一世大姐和小妹的学费都资助给二叔家的子女，后面他们发达了，便没有和我们家联系过。第二天，我照常带着收购来的生蚝送去凤凰酒楼。这次的生蚝带壳650斤，2600元；生蚝肉20斤，160元，一共是2760元。结完账我离开时，梁经理叫住了我。沈老弟，你那生蚝鸡子粥不仅给我们凤凰大酒楼带来了不少客流量，而且还在其他分店很畅销。我们老板想请问你还有没有其他新颖的菜谱？他愿意高价买断。梁大哥，我那道生蚝鸡子粥菜谱也是凑巧而已，我哪有什么新菜谱？沈老弟放心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每给我们凤凰大酒楼想一道新菜出来，他都按3000块钱的价格收购菜谱。梁大哥，瞧你说的哪里话？我像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？随即我利用前世的记忆给梁经理2道菜谱。梁大哥，这2道新菜你可以先拿去试试，看看客人爱不爱这个口味。墨虾球、油条酿虾滑，这2道菜还挺特别的，这口味一看就很独特，我总算可以交差了。见到梁经理要去取钱，我赶紧出声打断。梁大哥，这菜谱的钱我今天先不拿，你先试试新菜，如果顾客买账，我再收你的钱。沈老弟，仗义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你这2道菜客人喜不喜欢，明天就知道了。和梁经理聊了一会后便离开凤凰酒楼，然而刚出门就被一名小女孩拦了下来。大哥哥，你要不要老物件？我听到这句话以为是遇到骗局，但仔细看到小女孩的打扮并不像，心里的顾虑才打消了。小妹妹，你知道什么是老物件吗？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大哥哥，我当然知道什么是老物件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要卖的老物件。我看清楚小女孩手中的老物件时，脸色渐渐变了。小妹妹，你手里的陶瓷碗能给我看看吗？大哥哥，你要买我这老物件吗？你先让哥哥看清楚了，哥哥才能买，对不对？小女孩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陶瓷碗递了给我。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，才发现这个居然是鸡缸碗。前世出现了一个鸡缸碗，被卖到2000多万港币，可惜手上这个只是雍正年的仿制品，但也可以值10几万。接着我看向小女孩，小妹妹，这个碗你想卖多少钱？我想卖5块钱，因为爸爸的药至少要5块钱才能抓一个疗程。小妹妹，这个陶瓷碗我很喜欢，我出50块钱买这个碗，好不好？50块钱，这能买多少斤猪肉了？不过小女孩思索了一会儿，再次说道：但我爸爸说这个碗不值什么钱，大哥哥你这样岂不是亏了好多钱？小妹妹，要不这样，你带我去你家，我和你爸爸当面谈价格。那好吧，大哥哥长得好看，笑起来又温和，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。不到10分钟，我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她家。爸爸，这位大哥哥愿意花50买我们那个陶瓷碗。那怎么行？老板，你给的太多了，这个碗不值那么多钱。大叔，买卖东西就是一个愿卖，一个愿买，你觉得占我的便宜，说不定我买了这个碗后，碰到一个更喜欢它的人，愿意花更高的价格买去，到那时候，你不要怨我只花这么点钱买了你的碗才好。老板，看你说的，这个碗能卖50块钱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到了您手，您能卖多少钱，那是你的本事。随即我拿出100块出来，这让中年人大吃一惊。老板，不是说50块钱买我的碗吗？你这是……我看你女儿和我投缘，多的50块钱，就当是给她买点肉，让她吃好点。若不是今天这个小女孩把我拦下来，可能就错过了这笔财富。最后在我的强硬态度下，中年人才把钱收下。大叔，若是你觉得过意不去，不如和我说说，你这个碗是怎么得来的？老板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是个残疾人，一条腿被炸弹炸没了。说起来，这个碗和我这条腿还有些关系。随即中年人把自己当兵时遇到偷盗文物的商队说了出来，也因为这是导致腿受伤光荣退伍，于是上面把交上来的文物中选择把这个碗奖励给他。大叔，你是个英雄，我佩服你。什么英雄？只不过是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，要靠着媳妇出去打散工供养着的废物罢了。爸爸，你才不是废物，你在我心里就是大英雄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情十分复杂，明明自己过得还不是很好，却还是看不得别人疾苦。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可以帮到这一家人，只能等把手里的鸡缸碗卖了后，再分一些钱给他们。等自己攒够启动资金，有自己的公司后，说不定能提供一些岗位给这些生活困苦的人。到90年代，我靠收购海鲜买了一辆3轮车，没想到二叔家竟然要我将车送给他。不好意思啊，二叔，这车我要用来送海鲜，给不了你。你送海鲜用脚踏3轮车就行了，多踩一下3轮车，对你锻炼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我想不到这个白眼狼二叔居然那么厚颜无耻。二叔，这是我生存的工具，借不了。沈天，我们跟你借车是给你们面子，到时候你们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让在国营工厂上班的儿子给你们找个扫地工作。二叔，我看在我爸的份上，才喊你一声叔，我们家可没受过你家什么恩惠，而且你们家沈浪、沈云上大学的费用还是跟我们家借的，借
元堂哥，堂姐有本事了，怎么没见他们要还钱的意思？二叔听到我的话，不仅不羞耻，而且还义正言辞地说道：我家孩子本就是人中龙凤，你们的钱就当做是给我们的提前投资。再说了，大伯资助侄子侄女上学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沈天，别跟我们扯学费的事情。这个摩托三轮车你给还是不给？不给的话，我们不介意替你老爸教育一下你。一旁的父亲再也忍无可忍。够了，老二家的，我家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给我滚出去！二叔没想到憨厚半辈子的父亲居然对他大声怒吼：大哥，我这是帮你教育儿子啊！我儿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育？说我儿子没大没小，我看你才是没大没小的那个。再不滚，我不介意替爸妈管教你。好好好，沈聪，你就顺着你儿子吧，顺子如害子。我等着你儿子生意亏了后，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嚣张？见到父亲追过去，我赶紧制止。爸，别和二叔一般见识，为了他气坏身子，不值得。你二叔居然这么说你，我们这哪像是亲兄弟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和他家来往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毕竟上一世大姐和小妹的学费都资助给二叔家的子女，后面他们发达了，便没有和我们家联系过。第二天，我照常带着收购来的生蚝送去凤凰酒楼。这次的生蚝带壳650斤，2600元；生蚝肉20斤，160元，一共是2760元。结完账我离开时，梁经理叫住了我。沈老弟，你那生蚝鸡子粥不仅给我们凤凰大酒楼带来了不少客流量，而且还在其他分店很畅销。我们老板想请问你还有没有其他新颖的菜谱？他愿意高价买断。梁大哥，我那道生蚝鸡子粥菜谱也是凑巧而已，我哪有什么新菜谱？沈老弟放心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每给我们凤凰大酒楼想一道新菜出来，他都按3000块钱的价格收购菜谱。梁大哥，瞧你说的哪里话？我像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？随即我利用前世的记忆给梁经理2道菜谱。梁大哥，这2道新菜你可以先拿去试试，看看客人爱不爱这个口味。墨虾球、油条酿虾滑，这2道菜还挺特别的，这口味一看就很独特，我总算可以交差了。见到梁经理要去取钱，我赶紧出声打断：梁大哥，这菜谱的钱我今天先不拿，你先试试新菜，如果顾客买账，我再收你的钱。沈老弟，仗义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你这2道菜客人喜不喜欢，明天就知道了。和梁经理聊了一会后，便离开凤凰酒。然而刚出门就被一名小女孩拦了下来。大哥哥，你要不要老物件？我听到这句话以为是遇到骗局，但仔细看到小女孩的打扮并不像，心里的顾虑才打消了。小妹妹，你知道什么是老物件吗？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大哥哥，我当然知道什么是老物件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要卖的老物件。我看清楚小女孩手中的老物件时，脸色渐渐变了。小妹妹，你手里的陶瓷碗能给我看看吗？大哥哥，你要买我这老物件吗？你先让哥哥看清楚了，哥哥才能买，对不对？小女孩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陶瓷碗递了给我。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，才发现这个居然是鸡缸碗。前世出现了一个鸡缸碗，被卖到2000多万港币，可惜手上这个只是雍正年的仿制品，但也可以值10几万。接着我看向小女孩，小妹妹，这个碗你想卖多少钱？我想卖5块钱，因为爸爸的药至少要5块钱才能抓一个疗程。小妹妹，这个陶瓷碗我很喜欢，我出50块钱买这个碗，好不好？50块钱，这能买多少斤猪肉了？不过小女孩思索了一会儿，再次说道：但我爸爸说这个碗不值什么钱，大哥哥你这样岂不是亏了好多钱？小妹妹，要不这样，你带我去你家，我和你爸爸当面谈价格。那好吧，大哥哥长得好看，笑起来又温和，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。不到10分钟，我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她家。爸爸，这位大哥哥愿意花50买我们那个陶瓷碗。那怎么行？老板，你给的太多了，这个碗不值那么多钱。大叔，买卖东西就是一个愿卖，一个愿买，你觉得占我的便宜，说不定我买了这个碗后，碰到一个更喜欢它的人，愿意花更高的价格买去，到那时候，你不要怨我只花这么点钱买了你的碗才好。老板，看你说的，这个碗能卖50块钱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到了您手，您能卖多少钱，那是你的本事。随即我拿出100块出来，这让中年人大吃一惊。老板，不是说50块钱买我的碗吗？你这是……我看你女儿和我投缘，多的50块钱，就当是给她买点肉，让她吃好点。若不是今天这个小女孩把我拦下来，可能就错过了这笔财富。最后在我的强硬态度下，中年人才把钱收下。大叔，若是你觉得过意不去，不如和我说说，你这个碗是怎么得来的？老板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是个残疾人，一条腿被炸弹炸没了。说起来，这个碗和我这条腿还有些关系。随即中年人把自己当兵时遇到偷盗文物的商队说了出来，也因为这是导致腿受伤光荣退伍，于是上面把交上来的文物中选择把这个碗奖励给他。大叔，你是个英雄，我佩服你。什么英雄？只不过是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，要靠着媳妇出去打散工供养着的废物罢了。爸
爸，你才不是废物，你在我心里就是大英雄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情十分复杂，明明自己过得还不是很好，却还是看不得别人疾苦。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可以帮到这一家人，只能等把手里的鸡缸碗卖了后，再分一些钱给他们。等自己攒够启动资金，有自己的公司后，说不定能提供一些岗位给这些生活困苦的人。掌柜的，虽然我这个碗是清雍正朝的，但成色品相都不错，你这个价格看起来并不想收啊。老板，6万块钱，不能再多了。这清雍正年间的鸡缸碗，要是放到海外去拍卖，至少能卖上百万。当然，我也不想让这古玩流落海外，不过国内能拍卖个几十万是没问题的。看来掌柜并没有真心想收这件宝贝啊，那我还是拿去别处看看。等一下，小兄弟，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。这位小兄弟，还请留步。怎么，你们吉祥典当行的人，买卖做不成就想要抢吗？小兄弟，你说笑了，我们吉祥公司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情？我叫王翔，是这吉祥公司的老板，我的员工权限不够，不敢开出太高的价格，怕看走眼了。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让我看看这鸡缸碗，我来给你定价。我点了点头，将鸡缸碗给王翔鉴定，毕竟前世自己知道这个王翔人品没问题，赚了钱后还拿出不少钱资助贫困学生读书。沈老弟，这个鸡缸碗我出价10万元收了，你看这个价格可以吗？行，这个碗归你了。我直接答应下来，毕竟这个镇上没几个人能拿得出10万出来。沈老弟，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好东西，记得拿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高价收购。我今天运气好，捡了个漏，以后可能没这种偏财运了。说的也是，我一天之内能收到2件好东西，也确实是运气好。说完，王翔指了指桌子上的青花瓷瓶，可当我看到瓶子，却发现不对劲，因为这个青花瓷瓶与前世一桩大案有关系。王翔大哥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沈老弟，我和你一见如故，有话你不妨直说。这件瓶子你最好毁了，或者上交。沈老弟，你这话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瓶子可是唐朝的，价值不菲啊！你让我把它毁了？我知道自己说的话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还是不想王翔这个好老板走下坡路。王大哥，你这东西来历不明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你恐怕有3张嘴也解释不清楚。沈老弟，你是怀疑这件瓶子是从地底下倒出来的？老王，卖你瓶子的那几个人是哪里的口音？老板，那几个卖我瓶子的人好像是北方口音，说是北方来的商客。这瓶子我也问过他们来历，他们说是祖传的。土腥味都还在，怎么可能是祖传的？他们难不成从自家祖坟挖出来的？王翔沉思了一会，才开口说道：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能留在典当行里，还是上交了吧。下次再收可疑的古玩，必须留下客户信息。王翔大哥，你果然和传说的一样豪爽正直。沈老弟，你过誉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小商人，有点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已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多谢你的提醒。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和王翔聊了一会便离开了，因为要把这10万块拿出一部分交给小女孩家，却不料转角遇到赵老板带着一伙人拦住了我。哟，这不是沈大老板吗？还是从古玩店出来的，看来这是发了财。赵老板，你让这么多人挡住我的路，有什么事吗？哼，我那栋大楼本来凤凰大酒楼的老板已经打算出钱买了，就因为你多嘴多舌，现在我的大楼没人接手，白白损失了10几万，这笔账你说怎么算？赵老板，你那栋楼就是一栋危楼，本来就应该拆除的了，你居然还想高价卖出去，难道就不怕良心过不去吗？做生意本就是一个愿买一个愿买，哪有什么良心不良心的？既然如此，那凤凰大酒楼不买你那栋大楼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哼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那栋大楼现在被拆的只剩下块地皮，你不是喜欢多管闲事吗？这块地你必须给我买了，10万块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要是不买，你又能拿我怎样？哟呵，你是没看到我身后的兄弟是啥模样吧？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，不远处传来一道沉稳的男声：你们在做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做出这种事！赵老板带来的兄弟一看到是6扇门的人，一溜烟就消失不见了。沈天兄弟，你没事吧？王所长，这其实都是误会，我们只是在生意上有点小矛盾而已。听到我的话，赵老板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感激之色。对，我们就是在生意上有点小矛盾，都是误会。王建国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，以为我是怕麻烦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王所长，我能不能和他私聊几句？赵老板，搅黄你卖大楼这件事情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今天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这样，你那块地皮我买了，你看行不行？前世这块地皮因为倒塌事故被凤凰酒楼低价出售，却没想到2年后这块地皮拆迁做图书馆，身价顿时被翻了几百倍。沈老板，我这样对你，你还愿意花钱买我的地皮？赵老板之所以愿意买你这块地皮，价格肯定不可能按照大楼的价值来收购，这点你要明白。那是肯定的，我这块地皮差不多有600平方，按照50块钱1平方的价格，3万块钱卖给你怎样？就按照50块钱1平方的价格，我们签合同。当真吗？沈老板确定不会后悔吗？呵呵，你不后悔就行。哈哈，不后悔，不后悔。我这块地皮能卖3万块钱，我怎么可能会后悔？弄完之后，赵老板兴冲冲离开了。王所长，谢谢你，还好你及时出现。客气了，今天来找你是因为那件事。沈天兄弟，你能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会碰到案件的？王所长，
如果我说我能看到未来，你信吗？我不太信这种的东西。那我只能说，我之前的那些话只是直觉使然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欠你一条命。而且沈老弟，别所长所长的叫了，太见外了。不嫌弃我的话，就叫一声王大哥。那我就厚着脸皮喊你一声王大哥了。本来今天老哥想请你下馆子的，但想到这么晚了，只能改天了。没事没事，改天我们一定好好叙叙。和王建国告别之后，我来到中年人家里。肖老板，我知道你的经济条件好，但无功不受禄。我卖个碗给你，已经赚了你100块钱，你这还给我这么多钱？大叔，实话和你说，这钱就是我卖你的那个碗得来的。你那个碗是好东西，正好有人识货并花高价收了那个碗。那这钱我也不能要你的，我已经拿到我卖碗的100块钱了。你把碗卖出去，买了多少钱都和我没关系了。大叔，卖碗的钱我已经留了一些出来，这1万块也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女儿读书的。大哥哥，我真的可以读书吗？小妹妹，你喜不喜欢读书？喜欢。那我们约定好，如果你能考上大学的话，大哥哥就帮你交大学的学费，让你可以去大城市看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哥哥，我会努力考上大学的。沈老板，谢谢你这1万块钱，我会让丫丫永远记住你的人情，等她长大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和小女孩聊了几句后便离开回家了，却不知家里人已经急疯了。小天中午送货去县城，都大半天时间了，怎么还没见回来？也没听他说过下午有什么事情要留在县城办啊。小天中午的时候还想要等我卖完凉粉草收摊和我一起回家，我都回来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别胡说，你哥能出什么事？不行，我要去县城找沈天哥。水仙姐姐，天都黑了，你别出村了，外面坏人这么多，而且我哥会没事的。可是沈天哥他……是小天回来了。爸妈、大姐、小妹、水仙，你们怎么都在院子外站着？你这孩子去县城1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们和水仙都担心你开车出啥事了。我听到母亲这话，表情一愣，心里不由涌出一抹暖意。原来大家都在等自己。爸妈、大姐、小妹、水仙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中午在县城谈了几笔大买卖，忙到现在才回来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下次别让家里人担心了，知道吗？天哥，蛏子收不收？我们在海滩上发现很多，个个都是巴掌大的，捡了50斤回来。我的天哪！这些居然那么大，个个都是蛏子王级别了，而且蛏子的营养价值比生蚝还高。这蛏子我出4块钱1斤收购。天哥，蛏子价值居然那么高，我们明天再接再厉，挖个100来斤的，到时候你别不收了哦。没问题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爹，这是200块，你们数数。接着我将收购村民的海鲜送去凤凰酒楼。今天送了多少斤生蚝过来？和昨天差不多，都是600来斤。不过今天还送来50斤巴掌大的蛏子。我的天哪！这些蛏子怎么这么大？你掏了蛏子王的老窝了？这些蛏子都是村民挖出来的。梁大哥，你打算多少钱收购？6块1斤收购价，你觉得合适不？沈老弟，生蚝和蛏子加起来一共3040块钱，你算算。不用算了，梁大哥，我相信你。对了，沈老弟，你这边知道蛏子的其他做法吗？我随即把几个菜谱交给梁经理。沈老弟，这个酱爆蛏子的做法一看就很好吃，不过这个凉拌蛏子做法有些特别，会有客户喜欢吗？梁大哥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酱爆蛏子我不敢保证能卖得火爆，但这凉拌蛏子是一定能卖火爆。前世这道菜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后，很多人都喜欢上了，而且是女性偏多。哈哈，沈老弟，那我完全信你了哦，把这50斤蛏子全部用来凉拌。梁大哥，我提示一下，这道菜偏女性喜欢。沈老弟，对，这2000块你拿着，别拒绝，因为这是凤凰酒楼出的，我们老板有的是钱，不要客气。听到梁经理这么说，我也不用再客气，今天这一趟下来，直接赚了5000多块。随即我来到百货大楼。老板，你需要买什么？帮我推荐一下国产的冰箱，不超过2000块。价格上的话，香雪海最便宜，600块钱一台，海河和雪花的冰箱差不多是1200一台，万宝比较贵，要1500块一台。您看要哪个牌子的？香雪海这个牌子给我来2台。物美价廉才是我考虑的一点。弄完之后，我便扛着2台冰箱回家去了。沈天他娘，沈天要建房子，我和各位村民都很高兴，但这相关手续也不是说办就办的，总要给我几天时间不是？我们家小天还有2个多月就要结婚了，这建房本来就要几个月时间，你可得看着来。这样，你让沈天先去找施工队把地基挖好，挖好后，我这边的手续应该也差不多下来了。是小天回来了。沈天哥，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先喝口水。有你在家等我回来，我一点都不累。讨厌了啦！沈天，你这车上买的是什么啊？是2台香雪海牌的冰箱，家里放1台，水仙家放1台。沈天哥，这怎么行？我们不能要的。这是我孝敬苏婶的，这天气太热，我妈和苏婶敲的生蚝肉放久后会变质，所以我想着买个冰箱回来保鲜。哎，你这败家孩子！李翠花、苏婶，你们一个是生了个好儿子，一个是找到一个好女婿呀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这边晴晴和我退婚后，找到了一位老板相亲。陈老板，你真是好眼力，我女儿这长相
这身材在10里8乡那都是数1数2的，每年不知道有多少男青年找媒婆上门说媒，我们都相亲哪那么多废话，看对眼就谈结婚条件。说吧，你们要多少彩礼和什么附加条件？我们把女儿养这么大不容易，至少要给8888块钱的彩礼。可以，还有吗？还有婚房和4店1转，我女儿嫁出去绝对不能住太差。条件也合理。没等陈老板说完，禽兽就插话了：陈老板，你还得给我封个1888的小舅子红包。我和我姐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冷不丁的嫁到你家去，我家就只剩我一根独苗了。没问题，小舅子嘛。那秦晴你呢？有什么条件？我没什么要求，全听父母的安排。行，那我说一下我的婚前协议。啥婚前协议？第一，我离过婚，有2个10多岁小孩，你嫁过来不用生孩子，只要帮我照顾我子女到成年，我每月会给一笔生活费的。如果成年后孩子认可你，我会额外给一笔费用。你这意思是娶我过去当保姆吗？2个人结婚不就是搭伙过日子吗？说什么保姆不保姆的。第二，我的生意，我的钱都由我自己管理，你不用插手。为什么你的钱我不能管？我这样哪里算是嫁人？你一个农村姑娘，学历又不高，你会管账吗？我的钱都拿来投资做生意的，给你管，被你败光了怎么办？第三，我在外面的事情不要管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买回家里放着的花瓶吗？陈老板，你的条件我们不能同意，我们是嫁女儿，不是卖女儿。对，我女儿嫁过去是要当管家婆的，不是当别人的保姆的。既然如此，没必要谈下去了，而且外面漂亮姑娘多的是。快滚！我在外面有一大堆追求者，你还不配。陈老板走后，晴晴的母亲开始抱怨起来：小晴，你这脾气就不能改一改？陈老板那么有钱的人都被你气跑了。就是他不给你管钱，等你结婚后还不能偷偷藏点私房钱吗？你这脾气是被沈天惯坏了。别跟我提沈天，我和他没关系了。姐，我觉得你还是回去找找沈天，他最近靠收购海鲜买了2台大冰箱，还有1辆摩托车，生活过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。不会吧，那小子真的发财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倒是可以重新考虑的。现在麻烦的就是沈天和苏水仙订婚了，想要让沈天回心转意还是有点难的。担心什么？我和他在一起那么久了，非常了解他，我只要装一下可怜，他就乖乖回到我的手掌心。哈哈，女儿，爸妈我们后半辈子的生活就全看你了。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沈天把钱交给我保管的，到时候弟弟就有钱盖房子娶媳妇了。在这里做什么？沈天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一个女孩子主动来找你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我真的裂开了这个。没什么事，别在我家晃悠。沈天，我都原谅你了，你赶紧去跟苏水仙退婚，然后把你买的摩托车孝敬我爸，还有那2台冰箱搬到我家，还要把你的海鲜生意给我弟弟管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领证了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，居然敢跑过来和我要这样的。我要是真答应了，我脑袋就是被驴踢了。沈天说得好，这女人居然想贴脸太大，而且还敢跑回来要求复合。哪有让自己男人把辛苦赚钱买来的摩托3轮车送给岳父，还把自家男人经营起来的生意让给娘家弟弟的？这女人偏心娘家都已经偏到10万8千里去了。这样的女人倒贴钱给我，我也不要。四周的议论声传到晴晴的耳中，她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眼眶缓缓泛起一抹泪花。把眼泪收起来，把眼泪收起来！你啥人我还不清楚吗？就在晴晴准备说话的时候，苏水仙来到我的身边。沈天哥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这里有一只烦人的苍蝇，等等就把它拍没。沈天，你居然……晴晴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爱的人是苏水仙，我要娶她，和她在一起一辈子。我会努力赚钱，让她过上好日子。还有，再让我听到你和苏水仙胡说八道，别怪我闪你。说完就直接带着苏水仙回家去了。刘晴晴在风中凌乱，而这边苏水仙就静静地看着我，什么话都不用问了，因为刚刚什么都说了。妈，我早就说了，沈天肯定会和苏水仙一起回来的，怎么会跟晴晴跑了呢？妈，大姐，不会的，我爱的人是水仙，我要努力赚钱娶她。讨厌了啦！就在这时，有辆豪华汽车停在门口，来人正是吉祥公司的王翔。王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感谢沈老弟的，没想到那个瓶子真的是文物，多亏老弟的提醒，才让我免去牢狱之灾。王大哥，恭喜你破财免灾啊！沈老弟，对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这对龙凤玉佩是祝福你们的新婚礼物。放心，这对玉佩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而且这是我精心挑选的，你要是不收，我就赖着不走了。王大哥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当即我开口留王翔下来一起吃晚饭，然而晚饭过后，王翔的脸色却不太对劲。王大哥，你是不是还在心疼那瓶子的钱啊？
沈老弟，区一个瓶子的钱，损失了就损失了，我是在发愁我公司的未来发展。虽然我有不少产业，但都不挣钱。王翔大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倒不如关闭典当行，专心发展你名下的珠宝行，还有建筑公司。根据我前世的记忆，这两个行业在未来20年屹立不倒。珠宝行业的利润确实不低，是可以考虑多开几家分店，和建筑公司有很大的垫资风险。沈老弟是怎么看他未来会大有作为的？王翔大哥，你就没想过自己买一块地皮，开发一个楼盘去卖吗？王翔眼前一亮，但很快就暗淡下来。可我只是个小老板，哪有那么多资金开得起楼盘了？王翔大哥，我们可以先搞一个小楼盘去卖，等楼盘主体建好后，封了顶，我们就可以和银行申请贷款，等钱下来了再继续工程。见到王翔若有所思，我继续开口。而且按照相关规定，楼盘主体建好封顶后，就可以开始预售，然后我们和银行合作推出老百姓贷款买房业务，只要符合条件，就可以用3层首付买我们的房子，剩下的7成房款向银行贷款，然后他们再用20年到30年来还。沈老弟，你这个让客户贷款买房的主意太好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其实这业务早在别的大省实施起来了，只不过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没有接触到。沈老弟，我有预感，这个让老百姓贷款买房的项目会火起来的，我也能成为这个小县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王大哥，我们的关系还说什么谢谢？这个项目能让老百姓买得起房，建筑公司也能生存，我们做生意就是给老百姓谋福利。不过你如果要建小楼盘的话，想好楼盘的选址了吗？王翔见到我这么问，目光一亮，根据这几件事对我的了解，他认为我是个眼界长远的人。沈老弟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王大哥，我们因为是小楼盘，在开发商的实力上比不上那些大企业家，所以我们的楼盘位置必须选好，最好是交通便利，靠近县城中心，附近有商场、学校和医院。可据我所知，符合条件的选址都没有空地了。王大哥，你看看这段块地皮的位置适不适合？当王翔接过我递来的土地证书，看到了上面的位置，愣了一下。这不是赵老板那栋大楼的位置吗？听说是危楼给强拆了，但这土地使用证怎么在您手里？赵老板卖给我了。说起来，这块地皮还有一些我和赵老板的恩怨情仇。随即我跟王翔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沈老弟，还真的是巧了，要不是你这样一揭发，我可能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地皮。王大哥，这块地皮是符合你小楼盘选址的要求吗？是的，符合条件的就只有这块地皮了。沈老弟，你开个价，我把它买了，你看行不行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这地皮没花多少钱。王大哥，你看着给吧。王翔愣住了，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说，于是开出了10万块高价。王大哥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这块地皮10万块卖给你。我知道王翔给的这么高，可能是因为文物的事情，让他免去了牢狱之灾。聊了一会后，约定好明天去办理转让的手续。小天，这块地皮多少钱收的？居然卖出了10万。实话说，这块地皮我从赵老板手里收来，只花了3万块钱，以10万块钱的价格卖给王翔大哥，算是我占了他的便宜了。小天，我们占了别人这么大的便宜，以后可得想办法还给人家。我点头答应下来，因为我知道父亲拥有着农村人的淳朴和善良。小天，建房子的施工队，你打算去镇上找，还是就近找村里的？找村里吧，找村子的施工队好，我们赚钱了，也让乡亲们赚点，大家一起致富。明天我就去村长家找一下魏国哥。沈天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和你说了，建房的手续还要几天才搞定吗？村长，我这次来是来请魏国哥帮我建婚房的。沈天，你确定是来找我的施工队帮你建房吗？对呀，10里8乡谁不知道魏国哥你的施工队手艺好？不找你，我还能找谁？哈哈，你小子这话说的我爱听。说吧，你的婚房有什么要求？我想建一栋别墅，地面面积300平，算上院子差不多400平，要3层的。这是设计图纸，按照上面的设计来建筑。沈卫国并不相信我能画出建筑图纸，于是开口教育道：沈天，这建筑设计图纸可不是那么好画的，结构、比例、尺寸，有什么样的砖头、钢筋都是有要求的。你这图纸……当沈卫国拿过建筑图看到后，顿时说不出话了，因为这是他看到一幅完美的建筑图纸。魏国大哥，是不是图纸哪里有问题？沈天，这图纸真是你自己画的吗？是我自学画的建筑图纸。魏国大哥，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就行，有问题你就指出来。没问题，这图纸画得太好了，不管是设计风格还是其他方面都十分完美。魏国哥过奖了，论专业能力还是你出马。沈老弟，你这套别墅一定要交给我做，只要你出材料费用和工人的工钱就行，其他费用我分文不取，只希望你能把这份别墅图纸给我就行。我随即就明白沈卫国的想法，他这是要把这套别墅当成施工队的宣传招牌。行，魏国大哥，那就这样说定了。你看看这栋别墅的造价有多少，统算一下，我们签个合同就尽快开工。谈完事后，我照常送海鲜前往凤凰酒楼。当梁经理递给我钱的时候，我发现离结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。
接着离开酒楼后，我听说大姐的摊位来了一辆黑色汽车，我急忙开车赶过去。大姐，没人欺负你吧？没有人欺负我，倒是这位老板想和我们谈一笔大订单，我正想问你的意见呢。大姐说完话后，我目光好奇地看向那名中年老板。小兄弟，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吃了一碗你们摊位的凉粉草，觉得非常好吃，而且我是附近工地的工头，目的是想和你们订一批凉粉草，每天送到我们工地里给工人吃。那你每天需要多少碗凉粉草？这个我不确定，因为有些工人胃口不固定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每天就要这2大铁桶的量，你们开个价。老板，我们这1铁桶的凉粉草差不多可以装60碗，2铁桶就是120碗，我们这边摆摊卖也是1块钱1碗，你是大客户，这2铁桶我给你算少10块钱，收你110块钱2铁桶，每日1结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行，就按照这个价格来。说完，中年老板就拿出1沓现金出来预定3天的量，并告诉我们工地的位置，然后就开车离开。弟弟，我们这是要发财了！如果每天都能送凉粉草到工地，那就是稳定的日赚100多块钱，再算上我这里每天摆摊赚的200多块钱，以后我们的收入就能达到300多一天了。大姐，不是我们的收入，是你的日收入达到300多。沈天，你是我弟弟，我们之间不用分这么清楚。听到大姐这话，我不由得一笑。那大姐，你今天发了这么大一笔财，中午是不是请我吃顿好的？没问题，我们回镇上及时买些鸡鸭牛肉回去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重回90年代，我把21世纪才有的柠檬烤鱼配方交给酒楼经理，没想到被质疑这道菜没人会吃。沈老弟，现在是夏天，天气这么炎热，哪有人会吃烤鱼的？一般是冬天客人才会点。梁大哥，这烤鱼不用火烤，直接用冷锅把鱼烤熟，然后将熬制好的柠檬火锅淋在上面。重点是柠檬的汤底能打开夏天时客人的味蕾。梁经理听到我说出详细的制作流程后震惊住了。沈老弟，你真是个天才，这么顶尖的菜谱都能想得出来，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菜谱是你想不到的了。梁大哥，我这个菜谱你如果满意的话，那我的这些鲈鱼打算多少钱收购？6块钱1斤，我全收了。我带来的650斤生蚝、50斤蛏子，加上40斤鲈鱼，一共赚了3140块钱。和梁经理闲聊一会就匆匆离开了，因为要赶回去帮大姐送凉粉草到工地。接着把大姐送到县城后，再将中年老板订的凉粉草送去工地。工头，你不是说给我们点了好吃的吗？这都快12点了，怎么还没到？是不是你找的摊位上的爽约了？如果没有东西吃，我们可去吃饭了。是啊，下午还有很多活干，我还想着吃饱饭，然后睡会，下午起来干活。工人的话音未落，我及时来到了工地。来了，我点的好吃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让你久等了。小兄弟，幸亏你及时赶到了，不然我的这些工人们都以为我骗他们。老板，这凉粉草你们是现在吃还是现在吃？让他们自己盛就行。不一会，工人都吃上了清热解暑的凉粉草。这凉粉草真解暑啊！吃了1碗，还想再吃1碗。还是我们工头好气，这玩意可比喝水解渴。听到工人的称赞，中年老板脸上也露出一抹笑容来，也和我闲聊起来。小兄弟，你这个摆摊小吃的买卖收益还行吧？多亏老板您的关照，能赚一点小钱。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别老板的叫我了，我叫王立春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叫我一声王大哥。听到中年老板的名字叫王立春，我想到前世顶级富豪中就有人叫这个名字，而且还是个房地产大亨。想到这里，我随即开口回应：那我就厚着脸皮喊你一声王大哥了。在工人吃凉粉草的时候，和王立春聊了一会，突然他开口对我问道：沈天兄弟，我觉得你是个人才，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在工地上混？我手把手教你，等你熟悉了工地上的方方面面后，我给你几个小工程包来做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工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工头这是要收徒啊？这难道是要把沈老板当亲儿子来培养吗？看来沈老板是遇到贵人了。立春大哥，多谢你的欣赏，但我不能答应你。难道摆摊卖凉粉草赚的钱能比干工地多吗？王立春觉得我只要学会工地的技术，然后随便包个小工程下来做，1年赚个6位数绝不是问题。立春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摆摊卖凉粉草这生意是我大姐的，我只是空闲的时候帮帮忙。我主业是给凤凰酒楼提供海鲜，就是现在的海鲜批发生意做的还行，收益也不错。原来是这样，沈老弟，是我误解你了。哪里的话，你有赚钱的路子能想到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就在这时，王立春手下的会计急匆匆赶过来。王老板，新来的那批建材，对方催款催得急，但我们还没有入库查验完，这货款是先结算给他们，还是这点事情还来问我？都和他们家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他们催货款就先给他们。就在会计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突然开口阻止，因为我想到前世这个时候，王立春的工地发生了倒塌事故，原因就是工地使用了劣质材料。既然我与王立春相交，王立春还主动提供赚钱的路子，我就不能坐视不管。
沈兄弟，怎么了？王大哥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卖海鲜的小商人，天天走街串巷的，偶尔也能听到一些小传闻、小消息。我自然不能把重生的事情说出来，于是找了个理由。沈兄弟，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就行，我们之间不用那么拐弯抹角的。我最近听说，有些不良的建材公司会用一些劣质的建材以次充好，然后卖给工地，并且会想方设法催送货款。等到有人发现这批材料有问题的时候，流程已经走完了，钱也给了，最后只能吃个哑巴亏。王立春听到我的话，瞬间明白过来，转头吩咐会计安排下去。王老板，对方和我们合作这么久了，这样做要是传出去，会不会不太好？你是不是收别人红包了？能做到工头位置的哪个不是人精？此时会计的脸色已经完全暴露出来，但还想开口狡辩。你现在承认了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如果让我查出来，你应该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。王老板，他们就让我和你美言几句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黑心的人。行了，你赶紧带人去检验那批建材。沈兄弟，让你见笑了，没想到我的工地里居然会出现这种事情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是要被坑不少钱，而且我这个包工头的名声也要毁了。王老板严重了，这点小事就算我不说，你自己也能发现，我只是多了一嘴而已。沈兄弟，以后你我就是兄弟了，有什么事情尽管招呼。重生回到90年代，二叔家眼红我赚到钱建房子，于是找上门说这块地是他们家的。老二家的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块地老爷子还在的时候就分给我们家了，跟你家有什么关系？这块地明明是我和大哥共有的，按理说这地有我的一半，你们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拿来建房？我要你们赔偿给我。母亲与二叔的争吵引得其他村民前来围观。上次二叔家抢夺摩托车不成，现在又趁我爸不在家上门来闹事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们吃苦头。二叔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爷爷生前除了祖屋外，一共就4块地，我们家和你家各分2块，而你拿1块地建了房子，另外1块已经被你卖了换钱。听到我的话，二叔心虚的低下了头，但很快就恢复如常，并且厚颜无耻的说道：老爷子什么时候说过那4块地是我和你爸平分了？明明说的是我拿3块，你们家拿1块。此话一出，四周的村民都哗然起来，大家都是一个村，哪家只要发生了点什么东西，瞬间就传遍了全村。都说沈家老头子偏心小儿子，有什么好东西都给他，看来传闻都是真的呀。这沈家老二也太无赖了，卖了自己1块地后，现在还想来抢自家侄子的地。此时母亲听到二叔的话也是怒火中烧，怒声的说道：你放屁，老爷子怎么可能给你分3块地？怎么不可能？谁不知道老爷子生前最疼爱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，把更多的地给我，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吗？老二家的，你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老爷子明明就是当着你们2兄弟的面说好的这4块地平分，你现在竟然讲老爷子没说过，你真的太不要脸了。大嫂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虽然沈天是我们的侄子，但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这块地有我们家的一半，这是事实。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好像我们在欺负侄子一样？我们虽然是做长辈的，但也不能什么都让着晚辈不是。听到二叔家的话，我冷笑的说道：二叔二婶，你们今天是真的不顾及脸面，非要抢你侄子这块地是吗？小天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要回自己的东西，怎么能叫抢？呵呵，那既然你说这块地有你一半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，这块地是老爷子的，这还需要什么证据？面对这么不要脸的二叔，我被气笑了。看样子你是没有证据了，不过我们这边可有证据证明这块地是我们家的，如果我把证明拿出来，你可就没脸了哦。听到我的话，二叔微微一颤，而一旁的二婶觉得我在吓唬他们，冷笑的说道：沈天，你废话少说，有什么证据赶紧拿出来，如果没有证据就赶紧赔钱割地。这可是你们说的，既然要想看证据，那我们就把村长找过来。叫村长干什么？二叔二婶，你们虽然是长辈，但你们在侄子家门口闹事，还非说地是你们的，等证明了这块地是我家的，你们总不能一点罚都不受吧？听到我的话，二叔犹豫了一下，今天这事闹到这里，如果不把半块地弄回去，至少也要弄点补偿，不然不就白闹了吗？行，那就把村长找来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证据。见到二叔答应后，我便让大姐去把村长叫来。接着我又让母亲进屋里把东西拿出来，很快村长就赶了过来，母亲也把东西拿出来交给了我。而这边村长得知是因为分地的事情，瞬间勃然大怒，怒声的说道：我们沈家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因为地的事情吵架了，今天好端端的怎么闹起抢地的戏了？村长，我也不想啊，这块我爷爷留下来的地，二叔家说这也有他们一半。村长听到这话，眼睛顿时瞪直了，冲着二叔骂道：沈文，你别在这里胡闹，这块地早就被你爹给你大哥了，哪里还有你的份？村长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我爸手里一共有4块地，除了我大哥现在住的那栋楼的地外，还有3块地，那都是我爸留给我的。你放屁，你爹一共4块地，你大哥2块，你2块，你那2块地的手续还是我帮你办的，你现在又跑回来抢你侄子的地，你还要脸吗？此话一出，四周的村民也都纷纷冲着二叔家指指点点。
此时二叔愣了一下，明白了村长知道这件事，但二婶此时却开始耍起了无赖。村长，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。就算老爷子生前说把这块地给大哥，那也只是口头承诺而已，谁知道他临走前会不会后悔了？就是，反正这块地只写了老爷子的名，我这个做儿子的也就有份。这话一出，村民们纷纷指责二叔家脸皮怎么那么厚。这沈家老二也太无赖了吧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这可是他侄子的地，这都来抢，不怕遭报应啊？沈文家可能是看到沈天现在卖海鲜发财了，想要从他身上坑一笔吧。听说沈家老二的2个孩子，一个当老师，一个当国企工人，都端着铁饭碗了，何必呢？村长听到二叔家这话，也气得不轻。沈文，你爹把地分给你们2兄弟的事情，还特意到祠堂里告诉了我和村里的叔公们，这事祖宗们都是知道的，你难道还想不认吗？即使村长把祖老说出来了，没想到二叔还硬着头皮拒绝。我不认。村长听到二叔的话，气着浑身颤抖。此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开口说道：二叔，你不相信村长和叔公们的话，也不信祠堂祖宗的话，那我手里的这地契，你总该认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自然是爷爷在世的时候就办好的。在农村，想要证明土地是自己的，就得有建房证和土地使用证，凭着这2个，谁也抢不走属于你的地。此时四周的村民们也都纷纷冲着二叔家指着点点起，作为叔叔，居然去抢侄子的土地，要多丢人就有多丢人。但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二叔还想继续耍无赖。这个土地使用证我不承认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么一回事。现在老爷子走了，你们说什么都行。二叔，我敬你是长辈，所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事，我才没有和你计较。但你现在直接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我也没办法尊敬你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指了指手中的土地使用证，继续说道：这土地使用证办理的时候，爷爷还在世，而且还是在祠堂中，由村长还有村中的老人们一起见证过的，由不得你耍赖。你要是还想耍赖，那就是不相信村长，不相信村里的祖老，也不相信祠堂里的祖宗。在这个年代的乡村，宗族祠堂观念很重，如果这个时候二叔还强咬着不放，那在这个村子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小天，我说不过你，我这个当长辈的让着你，你想要拿这块地去建婚房，就拿去吧。四周的村民听到二叔这话，脸上都露出一抹鄙视之色。无地自容的二叔二婶想要离开，却被村长拦住。刚才我来之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如果沈天证明了这块地皮是他的，你们就认法是吧？村长，这话我没有说过啊。我不管你们有没有说过，今天你们在自家侄子的婚房地皮上闹事，就已经违背了我们沈家村祠堂的祖训了。你们如果有道理还好，可你们分明就是耍赖。现在我作为沈家村的村长，命令你们从现在开始去祖宗祠堂跪3天。二叔不敢不从，灰溜溜的跟着村长往祠堂走去。处理完二叔的事情后，我赶紧把海鲜和凉粉草送去凤凰酒楼和工地。沈老弟，今天怎么那么晚啊？我还想着打电话给你询问一下怎么回事呢。见到梁经理如此关心我，我微微有些感动。梁大哥，让你担心了，处理一些家事耽搁一点。沈老弟，你也是做大生意的人了，手里没有个手机多不方便。梁大哥，这是你提醒我了，我确实该去买个手机了。这次收入3000块，接着我便赶紧赶往工地。赶到的时候，工人并没表现出发怒的神情，都在回想着凉粉草的美味。见到我把凉粉草送到，便迫不及待地围上来。沈老弟，一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啊。说着，王立春就把1沓钱塞到我手中。立春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之前给的预付款还没花完呢，就算重新下单也不需要那么多呀。沈老弟，这是感谢费。昨天老弟不是提醒我检查那一批建材吗？检查完果然有问题。如果真是用了那批建材，我绝对会破产的。所以老弟，你现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听了王立春的话，我反而把钱还了回去。沈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立春大哥，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没想到你还这么见外。沈兄弟，我们自然是朋友啊。既然是朋友，那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？我只是顺口提了一嘴，本来就没想着要你的钱，你现在掏这感谢费，不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吗？原来如此，是我误会老弟了。既然这样，以后老弟有需要老哥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那我这里真有个事情麻烦立春老哥，我想买个手机，老哥能否推荐推荐？这不是碰巧了吗？我车上就有一台刚刚换下的，老弟你直接拿去用就行了。很快，王立春就把车上的手机拿给了我。我看了看，这手机很不错，而且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新。立春大哥，你这旧手机确实不错，你开个价，我买了，这省得我再去逛电子街。沈兄弟，你这是在骂我呢？你刚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你现在正好需要一台手提电话，我又正好有，你拿着用就完事了。现在跟我开口说给钱，那可就是你不把我当朋友了。生回到90年代，我高价收购村民的海鲜，然后卖给大酒楼赚了1倍的差价。这时好兄弟提醒我养殖活鱼，确保长期供应。天哥，既然我们和渔民收购海鱼不怎么稳定，那我们自己养殖活鱼呢？狗剩，你真的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要知道前世的20年后，江东市就是有名的罗非鱼之乡，许多小镇的老百姓就是靠着养殖罗非鱼脱贫致富。现在的江东市还没多少人搞养殖业，更没多少人养殖罗非鱼，这妥妥是个捡钱的路子啊！一旁的狗剩见到我沉默，以为说错话了，
连忙出声道歉。天哥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建议不好，那我们再重新想。不，你这个建议很好，不用再想其他的了，就养殖活鱼，狗剩狗蛋。趁现在没有人干过养殖，我们抓住机会大胆尝试。相信我，我带着你们还有全村一起致富的。这话要是放在前10、20年后说，只会被人当成傻瓜。因为20年后，不管什么行业都已经在网上透明化，只要你想得到的行业，就有人干过。天哥，我对赚钱的事情一窍不通，但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会赚钱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只要跟着你，一定会混出个人样。俺也一样。想要养殖活鱼，首先要有个鱼塘，你们去打听一下哪里有天然的鱼塘，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承包一个，拿来养殖罗非鱼。两人点了点头，随即就去打听去了。而我正打算把海鲜送去酒楼，苏婶就拿着30斤新鲜的生蚝肉过来。小陈，我这里还有30斤新鲜生蚝肉，你一起送到县城吧。我没想到苏婶这么快又包了30斤生蚝肉，不由得关心道：妈，你昨晚才给了我15斤生蚝肉，早上这么快就包好了30斤，也太累了。而且包生蚝肉很容易伤手，你要注意小心啊。这不是水仙那丫头马上就要嫁给你了吗？我也想在她嫁过去前给她多准备点嫁妆。听到苏婶的话，我不由得一阵感动，发誓这一世一定加倍对水仙好，对在乎自己的人好。妈，你辛苦了。我有什么辛苦的？你们年轻人才辛苦。随即我取出钱给苏婶，30斤生蚝肉180元。很快我就把海鲜送来了酒楼，这次收入也是3000块出头。接着我和梁经理便开始详谈入股酒楼的事情。沈老弟，我们老板同意给我们分公司酒楼的60%的股份，然后你和我各占1半股份。梁大哥，那我们什么时候签正式的股东合同？这是我重生在这一世上第一个产业，意义重大。沈老弟，是这样的，对于你的技术入股，我们老板很支持，不过他想找个时间和你见个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知道这是一个老板作为投资人的风控审查，因为这个酒楼已经全权交给我们操作。没问题，梁大哥，你约个时间，我们见个面。要不然约在今晚？今晚不行，我今天媳妇生日，今晚要给她过生日。沈老弟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你果然是个优秀的男人。那我给你约后天中午和我们老板见面。我点了点头答应下来，但我想到梁经理要去分公司酒楼做事，自己的生蚝生意可能就要暂停，于是开口打听。梁大哥，你如果去分公司管理了，那这县城的凤凰大酒楼是不是就要换人来管理了？沈老弟，放心，开个酒楼没有2、3个月时间搞不定的。在这期间，县城凤凰大酒楼还是我在管理，我们的买卖照做。梁经理看出了我的担心，于是继续开口。就算凤凰酒楼开业了，我估计县城凤凰大酒楼还是我来打理，毕竟这个分店我打理惯了，老板也放心我，只要我不撂挑子，老板不会随便换人。梁大哥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之前那个柠檬烤鱼销售怎么样？沈老弟，你给的配方真的太厉害，这柠檬烤鱼简直是供不应求，可惜我们鲈鱼不多，只能限量。老哥，我已经打算承包个鱼塘，养殖一些适合做柠檬烤鱼的鱼类，特供给凤凰大酒楼，就是酒楼愿不愿意收呢？沈老弟，你如果能搞个池塘出来，养殖活鱼特供给我，那对于哥哥我来说又是大功一件啊。凤凰酒楼的鸡鸭猪肉都有固定的供应商，就唯独这海鲜供应商一直是个难题，因为凤凰餐饮集团对交通运输、海边天气等问题没办法准时准点准量的供应海鲜。这么说，我要搞鱼塘养殖是恰到时机。听了梁经理的话，我更加坚定了要搞鱼塘养殖的想法。离开酒楼后，我前往面包店订购蛋糕，却发现这些蛋糕的款式都不符合我意，于是我找老板说道：老板，我自己弄个生日蛋糕出来，你提供蛋糕胚和奶油，要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你又没学过弄生日蛋糕，就算我提供奶油材料和蛋糕胚给你，你也做不出一个完整的生日蛋糕出来吧？万一弄坏了蛋糕胚，白白损失蛋糕坯的材料钱。老板放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但好的，小兄弟，你随便弄，我就在旁边坐着。你要是有什么不会的地方，可以问一下我。老板放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我是不想你们分手怪在蛋糕上面，然后在一旁帮忙你收尾。随即我穿上围裙，然后在老板眼皮底下开始织。没过一会，一旁的老板像是换了一个人。小伙子，有2下子，这些操作比我还熟练。略懂略懂。很快一个彩虹蛋糕就被我制作出来了，老板看到后震惊住了。小伙子，这个蛋糕我送你了，不过有个小要求，能否商量商量？什么要求？你说说看。你这彩虹蛋糕的造型我很喜欢，我以后能不能用你的彩虹蛋糕样式？如果你答应的话，这蛋糕就算我送你了。原来是这事，老板，你想用的话就拿去用吧。小伙子，这可说好了，等我的蛋糕店生意火起来，你可不许反悔。不反悔，你随便用就行。在我的脑海里，不知道有多少网红蛋糕的做法和造型模样，随便拿出一样来，在这个年代的糕点界都是炸裂的存在。晚上，全家人都给水仙过生日，生日快乐，水仙，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好漂亮的裙子，沈天哥，谢谢你。
水仙姐姐，我还没出来工作，手里没什么钱，只能折一些小星星送给你，你不要嫌弃。不嫌弃，我很喜欢，这是除了你哥哥的裙子外，我最喜欢的生日礼物了。接着到了吹蜡烛环节，而我不知道此时一道冰冷的目光看着我家，而此人正是晴晴。苏水仙，你居然敢和沈天在一起，就算我不要，别人也不能要。沈天，你给我等着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人生回到90年代，第一酒楼老板邀请我合作赚钱，但是前提让我想出3个新菜谱才能签合同。只有你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我才会把你放在平等的股东位置上。都说凤凰餐饮集团的老板是个女中豪杰，现在看来果然不假。不过我要怎么证明自己的能力呢？你若是现在拿出3个让我满意的新菜品来，立马就可以签订合同。此话一出，一旁的梁经理脸色巨变，连忙出声替我说话。老板，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3个新菜品，会不会太难了？有本事的人从来不会把失败归咎于环境，只要想就能做到。柳月老板说的对，3个新菜而已，对我来说并不难。不一会我把写好的菜品递给柳月，要知道钱是火爆的菜品放在这个年代，同样也是很受众的。流沙猪猪包、鲜果榴莲天鹅酥、抹茶菠萝包，这3道菜谱很有创意。沈老板，你的脑子很灵活，我们酒楼需要你这位股东。沈老弟，你太牛了，真的就让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3道新菜谱，而且都有可能会畅销。侥幸罢了。今天可以签订合同了吗？柳月老板，没问题，我们3家合股建立凤凰酒楼，集团占40%，你们各占30%，而且集团只对子公司监督，不参与直接管理，前期还会提供资金支持。沈老板，你还有什么异议？此话一出，一旁的梁经理乐开了花，连忙招呼我答应下来。我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合股开的酒楼做大了，开了连锁店，那这些分店的股份，集团是不是也要占40%？按照我们签订的股东协议，第一家凤凰酒楼的股份分红，集团占40%，至于后面的连锁酒楼利润，会按照凤凰酒楼总店的占股来分配，而这一部分利润也只需要支付40%给集团。听到这话，这个协议确实没问题，可以签。因为凤凰酒楼总店之后开的连锁分店，只要挂个总店的名头，总店占股选个1成，剩下的资金投入再由我和梁经理自掏腰包，而利润只需支付总店1层就行。很快协议签好了，这可是我的第一份产业。这时柳月突然想到什么，对我说道：沈老板，你是做海鲜生意的，我想请问你那能不能搞到蓝鳍金枪鱼？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花费。在这个年代，蓝鳍金枪鱼因为还不是那么稀缺，但价格也不是很低，我没想到柳月为其会花费这么大代价。好，我回去找人打听打听。签完合同后，我回到家跟家里人说了这件事。开个茶楼，一口气就投了10万块钱进去，儿子，这会不会有风险啊？10万块在90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寻常人家1年的家庭收入也就3000块钱左右，10万块钱足够他们努力30年了。沈天哥，你真厉害！我笑了笑。苏水仙和母亲他们的担心不同，在他看来，不管我有钱没钱，他都只是想陪在我身边。你这丫头，这个时候还乱起哄，开茶楼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好在这些日子开生蚝肉攒了一些钱，如果沈天这一次做生意失败了，自己再把攒的钱偷偷给女儿，让女儿支撑起家里的活计。妈，你们放心，我是和县城的第一凤凰酒楼合伙开的，他们都是有实力的企业家，我只是占一部分的股份，大部分资金是由于他们出的。原来是和县城凤凰大酒楼的老板合伙，那这个生意可以干，有大老板支持，那这个项目肯定是好的。苏婶听到我有贵人相助，也放下悬着的心，和家人说完开酒楼的事情后，便去找好兄弟鲤鱼帮忙弄金枪鱼了。鲤鱼，你早上那批海鱼品质很好，所以这种品质的海鱼有多少我收多少。那就行，那就行，我以为你是来找我算账的。哈哈，怎么会呢？我确实是有件事麻烦你，我的客户需要几条金枪鱼，你能不能搞得到？这种鱼要到深海去才有，不过我一般不会去那么远的地方的，但是我有个朋友马上从深海回来，我会帮你留意的。多谢了，价钱好商量的。如果能帮助柳月这个事情，对于我以后的事业也是有好处的。回家的时候遇到了李狗剩和王狗蛋，便开口询问承包鱼塘的事情。天哥，村东边有个荒废的鱼塘，不过那个鱼老板放弃走人了，现在这块地是由村集体打理，看起来差不多有2亩。是的，天哥，村集体没精力打理鱼塘，里面可能有大少大鱼，趁现在去把它承包下来，先赚一笔。那是要找村长谈谈了。不过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要不要跟着我搞鱼塘养殖？前世王狗蛋和李狗剩帮过我很多，所以这一世我也想拉这2个兄弟一把。天哥，这些年我赚的钱和最近挖海鲜赚的钱加起来也有14000左右了，我跟着你搞养殖。天哥，我攒了8000多，也全部拿出来。天哥有赚钱的路子都想到我们，这次养殖不管成不成，我都认了。听到这无条件相信的话语，即使重火2世，也不由得一阵感动。了解完鱼塘的事情后，我来到了村长的家里。沈天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你家二叔又到工地上去闹了吗？村长，我二叔现在还在祠堂里跪着的，这件事情还要多亏了你和村里的族老替我们家作证，不然我婚房的进度可能就要出现问题了。接着我把带来的东西递给了村长。沈天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的，您从小看着我长大，
给您带点小零食什么的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行了行了，整这出，说吧，啥事？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是这样的，村东那废弃的鱼塘，我想承包下来。你这是想干嘛？那可是有10亩在里面，1亩300块，一年就是3000，而且还要把前老板拖欠的租金补齐。若是你是村外人，我倒是很乐意，但我不能坑村里人呢。村长，那个鱼塘丢在那里，几年都无人问津，对村集体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吧？你这孩子怎么就是不听劝呢？我都说了，那个鱼塘有几个大问题了，你是钱多没地方花吗？村长，我最近在搞海鲜收购，发现鱼塘养殖很有搞头，而我现在有资金又有客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意稳赚不赔。那行吧，我到时候开会讨论一下，多给你争取一些好处。多谢村长了，不过我能不能把租期延长到60年？300块钱1亩的租金，放在这个年代不算便宜，可若是放在20年后，1亩鱼塘地至少1500块钱，价格直接涨了5倍，一年租金就是15000。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万一你亏了怎么办？而且这租金对你来说也有很大的压力。于是后面不管我怎么说，村长只加到了30年。离开村长家后 ，Hello Moto。Hello。沈老弟，发了！这次兄弟我真的要发了。生回到90年代，古玩店老板花10万从我手中购买一处地皮，并听取我的建议搞了一个小楼盘，果然引来无数老板排队购买，并且赚到钱后请我吃了猪脚饭作为答谢。老弟啊，这些只是掩护而已，我真正的心意都在这个信封里面啊。什么？王翔大哥，我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，又没有帮到什么忙，你咋给我整这出呢？小天兄弟，你这小小的建议就让我赚了上百万，如果这都叫没帮我什么忙的话，那我公司养的那些高管都可以直接炒鱿鱼了。就在我和王翔拉扯之时，服务员把菜端了过来。小天兄弟，有人看着呢，你要是不收这钱，就是不给我面子了。无奈我只好把信封收了下来。王翔大哥，那这信封我就先收着，下次绝对不能这样子了。好，下次绝对不这样了。酒足饭饱之后，王翔开始谈起正事。小天兄弟，听说你和凤凰酒楼的老板合伙开了一家分店，不如也和我开一个新公司吧。王翔大哥，我和柳老板合伙开凤凰茶楼，是因为有梁文经理从中搭桥，而且我和柳老板一个是技术入股，一个是资金入股，都不怎么管理茶楼的事情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太懂古董鉴宝方面的事情，怎么和你合伙开公司？我倒不是不想赚钱，只是自己知道前世那点鉴宝知识有几斤几两。小天兄弟，我也不让你和我合伙开鉴宝公司啊，我也算是看明白了，典当行能赚几个钱，还是房地产更赚钱。只要我们继续小楼盘的模式，收地皮建小楼盘，然后去卖，就能发大财。但我手里资金不多，恐怕投入不了多少钱。房地产在未来可是非常火热的行业，因为自己手里资金不足去运作一个楼盘，所以才把地皮卖给了王翔去运作。小天兄弟，不需要你投入钱，钱我有大把，买地皮建楼盘的资金我自己全出了。王翔大哥，那你和我合伙开房地产公司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你的商业头脑和眼力了。你提出的搞小楼盘的建议让我赚到了大钱，你的商业眼光比我远，所以你出建议，我出钱，我们一起搞房地产公司，我们一起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我对王翔这番话佩服起来，不管在哪个年代，用脑子赚钱总是比靠血汗赚钱来钱更快。那王翔大哥，如果我们合伙的话，你打算给我多少股份？这个数3%吗？什么3%？是30%。小天兄弟，你是不知道你的商业天赋和眼光有多值钱。如果现在就入股的话，就等于能分到至少30万以上的分红。30万元在这个年代也不是个小数目了。王翔大哥，30%的股份会不会太多了？不多，30%的股份，你绝对值这个钱。我这也算是为人才买单了。我本想说点什么，但王翔态度非常强硬，只能答应下来。接着便开始签订合同。小天兄弟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王翔大哥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物有所值的。这时王翔拿出3张地图，询问我选哪个地皮建第2个楼盘。小天兄弟，我一共看中了3块地皮，第一块是县城的糖果厂，位置也在县城中心地带，面积差不多有3亩地。现在糖果厂已经准备破产清算，我们可以按照很低的价格把糖果厂买过来。王翔大哥，这糖果厂不适合收购。前世这个糖果厂确实要被清算，但那个老板是个黑心干，卖了地皮和机器后卷钱跑路，于是工人每天都大闹工厂，导致买下地皮的那个老板无法开展工作。王翔大哥，选地皮要选县城中心，这点确实没错，但前提是这块地皮要没有风险纠纷。小天兄弟，你的意思是？我肯定不能把前世的事情告诉王翔，只好旁敲侧击说了一下大致意思。小天兄弟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出了钱，但照正常流程买地皮，只要我们拿到地皮的使用权，糖果厂的下岗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和安置费，那就是糖果厂老板的事情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对方真的卷铺盖跑路，这里的事情就跟他没关系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你说麻烦会落在谁头上？小天兄弟，你说的对，这糖果厂地皮还是不要买的好，万一我们被套牢，就麻烦了。听到王翔的话，我才放下心来，因为合伙最怕的就是不听建议的队友。
果真是那样，自己的脑子里就算再多的避坑方案都无用武之地，最后选了未来前景好的地皮作为第2个楼盘。向东发展是为了面向省城，实现现代化城镇；向南发展，开发旅游居住城市。没有啊，小天兄弟，没想到你居然能把县城未来的规划看得这么通透，这么直接。和你合伙开吉祥房地产公司，真的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侥幸罢了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哦，你这简直就是金玉良言，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。我有预感，你的预言一定会实现。和王翔商讨完事情后，便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拿出王翔给的信封，里面居然有10万块。没想到王翔大哥一出手就是10万块，他那个小楼盘的总利润应该也就100多万，一出手就给了我1成，看来可以考虑投资实体经济产业了。回到家后，就遇到苏水仙慌慌张张的模样。水仙，怎么了？小天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妈生病了，一直高烧不退，不管我怎么敷额头都降不了温，能不能借用你家的摩托车载我妈去医院看看啊？好像前世苏水仙借我钱娶晴晴，导致苏婶生病没钱治病，于是过世了。而现在我感觉到老天是给我一次机会弥补前世的遗憾。苏婶发烧，应该是喉咙有炎症了，你赶紧给苏婶穿件外套，我开车送你们去镇上的卫生院。